纯白身影闪耀着太阳神光，一声大笑开启新的传说。大家好，我是朱爱本。Road to Laughtale 第4期，也就是最后一期，终于来了。这次用上了纯白封面，主角正是无胆下纯白造型的路飞。本期内容的重点也将会是路飞无胆公开尼卡形态的众多草稿，还有部分和之国补充的剧情，竟然讲述了另一条故事线。我们逐个来看。首先一上来，编辑罗列了目前已公开的悬赏金排名，在1053话更新后，3名船长的悬赏金都大大提升，全部跻身前10。排名第一的依然是前代海贼王戈尔迪罗杰，悬赏金55亿6480万贝里，白胡子以50亿4600万贝里紧随其后。不过这两个人已故，目前仍在活跃的海贼赏金最高点依然是前4王之一，号称最强生物的凯多凯老师，悬赏金46亿1110万贝里。毕格曼以43亿8800万贝里排名第4。接下来就是目前为止最神秘的4皇红发香克斯，悬赏金40亿4890万贝里。草帽路飞、特拉法加罗和船长基德以30亿贝里悬赏金并列第6。在2年间成为4皇之一的黑胡子马谢第1、第7，悬赏金22亿4760万贝里，排在第9。以黑胡子的实力来说，这个悬赏金显然有点低估了。另一个刚刚成为4皇的巴基，最新的悬赏金还没有公开，说不定有机会进入前排。接着来看第10名及以后的强者们，晋、马尔科、奎因等皇父级别的干部，悬赏金都比较接近，在13亿贝里左右。而毕格曼海贼团的干部整体赏金要低一档，大概是因为威胁程度比较低。凯拉库利的悬赏金只在10亿出头，和杰克比较接近。另外2名甜点匠星斯姆吉和克利加以及长子佩罗斯佩罗，赏金都没有突破10亿。革命军总参谋长萨博以6亿200万贝里的悬赏金排在第18位。革命军严格来说并不是海贼，很多时候是在暗中行事，也许除了首领龙以外，其他组织成员的行动没有那么瞩目。萨博之后是原甜点匠星之一的夏洛特·斯纳格，因为被怪声乌尔基打败，遭到大妈除名，所以甜点匠星原本是有4个人的。艾斯与小奥兹 JR 以5亿5000万贝里的悬赏金并列第20位，这个数字永远停在了2年前。不过5亿贝里已经是不少七武海的入门赏金，也是一种强者的标志了。福兹福以5亿4600万贝里的悬赏金排在第22位，金角紧随其后。接着就是原白胡子第16番队队长以藏，悬赏金5亿1000万贝里，也代表着白胡子海贼团队长级别的水平。黑色玛利亚和白尔士以4亿8000万悬赏金并列在第25位，但这2位的实力应该不是一个级别的，毕竟白尔士的实力得到过皇叔的认可。蒂姆以4亿7200万贝里的悬赏金排在第27位，这也代表着凯多团飞6包的水平其实与白团队长是一个级别。革命军东军军队长贝洛贝蒂，悬赏金4亿5700万贝里，与同为革命军的萨博差距不大。最后是刚刚归队的海峡圣平，虽然目前只有4亿3800万贝里的悬赏金，但他在鬼岛决战中展现出来的实力有目共睹，在新的悬赏令公布后应该会有一波提升。以上就是悬赏金前30的全部人选，剩下的密密麻麻的列表是其他的已经公开的悬赏金人员，我们就不再赘述了。编辑在本页末尾还特地提到了一些还未公布悬赏金但是实力强劲的海贼，例如鹰眼、汉过克、巴基等等。刚刚因为玩下七武海制度被废除，重新获得了悬赏资格的人，也有门崎地龙，一直以来被称为最凶恶罪犯的男人，作为天龙人的头号大敌，目前悬赏金也是个谜团。还有像雷利、洛克斯这样旧时代的传说们，他们的悬赏金也一直没有公布，就看以后有没有剧情需要了。接下来是尾田草稿公开环节，整整6页关于路飞无胆造型的设计图。为了保留橡胶身体的特点，强调路飞本人的特色，同时凸显这个形态能够给人带来欢笑的特点，尾田设计了无胆独特的手脚弯曲的跑步形象。无胆下的路飞也会一直保持着笑容。另外，吸入气体变成气球的招式在无胆下也保留了，所以才有了后来凯尔斯肚子被路飞变大的滑稽一幕。尾田把无胆定义为想象力的力量，同时明确它属于动物系觉醒，并且指出动物系的觉醒伴随着风险，就如同推进城里的玉竹兽一样，觉醒后的动物天性将会影响到能力者，所以当路飞觉醒时也会受到某种影响，这种影响就是来自人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本名所代表的那个传说中的战士太阳神尼卡，它的特点会影响路飞，所以尼卡故事的设定也是为了给路飞觉醒服务的。尼卡代表着解放，能够给人们带来欢笑，这种欢笑有2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外在的，路飞有趣的战斗方式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另一层含义是内在的，它将改变这个世界，给所有被天龙人压迫的人们带来真正的自由和欢笑。尾田还画上了无老星的草图，说这股能力觉醒是一个奇迹。总的来说，这里算是交代了路飞与尼卡之间的关系，路飞继承了尼卡的力量，也延续了他的欢笑，但路飞还是路飞，依然是自己身体的主人。下一页里出现了更多尼卡形态的基础设计，橡胶果实改名也在这个时候确定。尾田在考虑如何将太阳和尼卡这2个元素融入橡胶时，想出了不少方案，还设计了路飞在觉醒过程的不同模样，从躺倒在地上的一滩橡胶，然后像神明一样起身，爆发出强烈的气势，最后身形如同巨人，并且路飞的笑声也变了。看来尾田真的很爱巨人，正式版里将巨人化变成了无胆的其中一个招式，自由度更高。接下来就是一些无胆路飞的神情设计，其实相比于4胆，最大的区别即是在发型和眼神上。这个形态下的路飞基本保持着原来人类的体型，但是眉毛变得弯曲，
同时眼神也变得圆润，整体看起来就像是一名少年，既有那种认真帅气的姿态，也有欢笑自由的神情。也许这才能体现出武田心中 Joy Boy 该有的样子吧。下一页是武党的动作设计，武党被定义为拥有强大的力量和无与伦比的自由度，是最胡闹的能力。路飞在这个形态下依然能够使用橡胶的特性，但这些特性的效果都被强化了。在与凯多的几次交手中，我们就看到了如同猫和老鼠一样的夸张乱斗。另外，因为欢笑设定的加入，路飞在战斗中也会有各种情不自禁大笑的动作。草稿中就有一个捧腹笑哭的动作，武田还写了一句：笑得越多，力量就越强大。欢笑这个元素太适合路飞了。武党出卖的外观也在这个时候定下设计。草图中有一个路飞以2档姿态重新站起，然后发动觉醒能力，继续战斗的镜头。后来也出现在了正式版中。凯多、大和以及桃之助目睹了路飞这个样貌的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路飞在战斗中也把欢笑这个元素贯彻到底，能够将对手像圆圈一样甩出去，或者是瞬间变出巨大的拳头殴打对方，亦或是在半空中以一个十分夸张的姿势将物体投掷出去。这些动作后来在漫画中都得到了实现。第一个受害者就是凯多，也难怪卡老师会吐槽，简直就像绘本故事一样。路飞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造型，比如突出的眼球、风火轮一样的跑步姿势，也是一早就确定了。还有一些没有出现过的，比如路飞妖娆的思考姿势，体力不支的时候肚子上会显示出电量。总之，所有设计都是在强调一个字：欢笑。下一页是武党路飞几个大招的设计过程。巨大闪电从天际落下，并将整片天空撕裂，也就是1046话末尾路飞如同宙斯一样的神迹。分镜里路飞充满自信的笑容，在正式版里减弱了一些。不得不说，这个草稿属实是太潦草了。另一个是大招元神枪的草稿，路飞巨大无比的拳头甩向天空，再从云层里窜出，拳头半径似乎有1000米之多。从路飞拳头与鬼岛的比例来看，这个半径还是有可能的，只不过因为龙形凯多也很巨大，看不太出来。编辑把这个招式形容为在天空绽放的烟火，是自由的象征，同时解放之谷的声音响起。不过在漫画中，声音其实是比较难表现的元素。在后来的正式版里，路飞击败凯多后，几个分镜里都出现了解放之谷的拟声词，可能被很多人忽略了。路飞的草稿告一段落，接下来是合诸国篇一些没有使用的剧情片段。首先是玉田与传次郎的故事，在原来的设计里，玉田给了传次郎一个考验，让他去寻找一口锅，用来做关东煮。没想到传次郎真的找来了一口锅，武田称赞他是个机灵的小鬼，然后按照约定准备给传次郎做关东煮，于是两人就这样结识了。后来在正式版里，传次郎登场时也是在买锅，只不过他是为了骗老板的钱。和原来的设计相比，正式版里突出了传次郎的智谋，但并没有交代为什么他敬重玉田。这个人设是直接给出来的，不知道你们觉得哪一版更好？下一页是在玉田回忆篇里曾被提到的却没有出现过的人物黑居老大，他似乎是另一个黑帮势力的头目，想要摧毁花之都的暴五郎一家。当时警卫们就是被黑居的悬赏诱惑，抢走了山神的儿子小白猪，差点导致花之都被摧毁。这个黑居老大在后来的剧情里再也没有出现过，不过在草稿中，其实他是有更多剧情的。原名叫黑居树平，自封为都城的老大，与暴五郎是竞争对手，看起来是个鼻子很尖、脸上有伤疤的阴险大叔。黑居一家以高价悬赏小白猪，被几个强盗先找到，结果被警卫们半路偷走了。强盗们跑到黑居一家，告诉黑居老大白猪被偷的消息，并且他们把阿赫绑架了，想要以此逼问警卫们的下落。青梅竹马的阿赫嘴上骂着警卫们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却完全没有屈服。黑居树平暗中窃喜，据说带走了小白猪就会激怒山神，这是个绝佳的机会。如果小白猪死了，丢在暴五郎一家，山神就会把他们彻底毁灭。这些愚蠢的强盗已经惹怒了山神，树平1分钱没花，已经达到了目的。正在得意的时候，手下突然跑来，原来山神往这里冲过来了。黑居一家立刻转移，准备亲自去抓小白猪，来教活暴五郎一家。这段剧情相比正式版，虽然过程不同，但结果一样。可能是尾田觉得剧情太长，做了删减，黑居因此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合诸国的角色已经太多了。下一页是乙章兄弟遇见关月玉田的故事。原稿里有一段剧情设计，详细交代了他们相遇的细节，不过在正式版里也是进行了简化。按照原来的设定，乙藏的全名为花柳乙藏，取自现实世界存在的舞蹈流派花柳流，但在最终版里去掉了他的姓氏，只留下了乙藏。小菊也是一样，这是对人设的简化。大概尾田想要避免设定变得复杂。在原来的故事里，乙藏兄弟也是在街头卖艺，可爱的表演吸引了不少人投币支持。到了说摊的时候，和他们一起表演的弹琴的大叔却把大部分打赏的钱拿走了。乙藏恳求大叔再给一些钱，他需要给弟弟买吃的，但大叔一脚把乙藏踢开，并说这些钱都是因为他的弹奏，而乙藏他们的表演根本一文不值，因为他们的父亲是一名罪犯。小菊被吓哭了，乙藏安慰他不可以哭，因为他是一个男人。而这个时候，玉田警卫们几个人正在某处煮着关东煮，玉田把别人打了一顿，然后借走了食材。乙藏和小菊被香味吸引过来，因为肚子太饿，于是一起吃了起来。这时候苦主追了过来，原来玉田把他们的房子也烧了，用来煮关东煮。乙藏和小菊饱餐了一顿，从此跟着玉田。这段剧情简单刻画了乙藏和小菊的悲惨身世，不过确实与主线关联不大，所以在正式版里，尾田只用2格就交代完了乙藏他们加入光月这一结果。
正式版里，他们也是被关东煮的香味吸引过来，然后填饱了肚子。其实正是因为万一的钱被拿走了，两个人都在饿肚子。后来，乙藏和小菊在鬼岛决战前重逢，小菊在哥哥面前忍住不哭。乙藏夸小菊已经是个有模有样的武士，其实都是在呼应他们小时候被欺负时的那段情节。如果草稿里的这段剧情有展现的话，后面这几个细节理解起来就更加自然。最后一个草稿是关于大河和妈妈者二牙的故事，交代了二牙为什么会有马匹一样的腿，以及他如何与大河认识的经过。原来二牙曾经偷吃了一个 smile， 因此惹怒了凯多，被揍了一顿。正在难过时遇见了大河，大河正好也是因为误食了一个恶魔果实，惹恼了凯多，两个人惺惺相惜，于是交谈起来。二牙不会说人类的语言，于是手舞足蹈的想要表达自己的意思。大河通过动作猜出了经过。二牙吃下果实后，不仅惹怒了凯多，还因此长出了好几条腿，被其他妈妈者嘲笑。他要永远保持这个模样了，为此难过的大哭，甚至想要死。但是大河看了一会儿，觉得这些新的腿非常的酷。二牙被大河安慰道，后来两人成为了朋友。这段剧情没有出现在正式版里，很可惜，因为当时大河可以指挥二牙，这个情节很突然，后面也没有交代，直接变成了一个悬案。这次公开的草稿里，我们看到了不少为了精简剧情而进行的删减，最后让一些剧情看起来十分突兀。合著国篇如果按照原来的想法完整画出来，也许会多出10几话的篇幅，但整体观感应该会好不少，至少不会让人觉得那么仓促。这期的末尾，编辑也给合著国篇做了一个小小的收尾。鬼岛决战在天空结束，新的将军已经诞生，而黎明也近在眼前了。最终章的序幕即将揭开。以上就是《Road to Love Tale》第4期的全部内容啦，这个系列告一段落。海贼王漫画也马上就要更新了，合著国篇带着各种争议走向尾声。从这些草稿，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故事的另外一面。希望休假归来的尾田能好好梳理一下最终章，把这最后最燃的故事讲好吧。我是朱亚本，下期见啦。